你看一下我这个，嗯，能不能弄到？你这个30。好，行。啊。彤彤，我孩子呢？怎么还要说？我之前已经跟你们说过了，你们不都是警察吗？我够配合的了，你们就知道一遍遍的问，问了有用吗？我孩子在大街上被人抱走了，大街上那么多人眼睁睁的看着，你还怎么不去问他们？那你们就会在这儿坐着，监控呢？你们查监控去？那你们能干什么？这探头也拍不到他们摊子呀。你那边有什么能用的商用探头吗？这条巷子探头就是少。哎哥，穿过这条巷子，那边是条大路，那边有探头。那么远，更拍不到了。而且这些探头啊，都有年头了，清晰度也不够。哥，图侦那边没有找到有用的画面，就算是找到了，图侦不也得埋怨咱们越界？咱们是刑侦大队，不是工厂流水线，顶多资格不给装盒子。破案嘛，所有的流程都得熟。现在图侦那边人手不够，咱自己的案子，咱们盯着谁盯着啊？那边有间学校，学校的摄像头质量好。今天是周末，这事儿啊得局里给学校打报告，等人周一开学了，收到这个报告，至少也得3天才能把扫描图像给他们调出来。3天，都什么年代了？从网上下单买个菜，1个小时就送到家里去了。警察看个监控还得3天啊！先别抱怨。那个孩子的母亲现在还没人跟他联系吧？没有。那又不是绑架。这个孩子的妈妈也不像是有钱人，绑架他孩子干嘛？还闹出些舆情，新局长就上任了，咱们又得加班。新局长。我要能见到这新局长啊，我就一句话：多给我们装点有效的探头，案子早破。潘局好，哎，你好，这是我办公室吧？是，你叫什么？我叫王子珍，以前在办公室工作，现在调过来给您做工作联系人。你好，潘局好，潘局好。赵局，潘局，您怎么这么早就到了？啊，早吗？我就是应该今天报道啊。不是，我还组织大家伙到局门口去欢迎您呢，没想到我们还没来得及出门，您就已经到了。不是，早上我怕堵车，我也不想麻烦大家。哎，潘局，您坐一下，尝尝我们这儿的茶。小王，去拿茶来去。明白。哎，不用。潘局，我们这儿的水仙茶饼啊是当地的特色啊，有天然的花香，香气啊清高悠远啊。不是赵局，我这个人喝茶，你给我再好的茶，我也喝不出好来。我喝茶呀，就喜欢用这大杯子沏一杯，解渴就行了。对了，赵局，咱们这儿有一个当街抢孩子的案子，已经上了热搜了，你知道吧？知道，这个疫情闹得是有点大，但是我们一线的刑警们都在全力以赴，相信这个案子很快就能破。小王，哎，麻烦你，您说，找个钉子帮我把这个挂在墙上。没问题，我现在去拿工具。好。赵局啊，抢孩子这个案子是2天前发生的，是吧？一会儿开见面会，咱们不走过场了，直接聊案子。这个案件的性质定了吗？是绑架还是拐卖？暂时排除了绑架，因为没有接到任何勒索电话。台山分局按照拐卖的思路侦查办。那台山分局的人来了吗？应该很快就到，路上有点堵车。咱们这支队伍啊，埋头办案是把好手，但是我希望支队层级的领导要抬头看路，把工作做在前面。
这种拐卖案件随机性非常高，所以陈芝他们很难提前做些什么工作。大家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这次这个案件会引发这么大的舆情？拐卖孩子一直是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，但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反过来看。近2年咱们这儿两抢的数据不太好看，仅去年1年就发案1400多起，但是咱们的破案率是多少呢？34.7%，这就导致了犯罪分子越来越猖獗。现在这些人贩子都不是偷孩子了，敢当街抢孩子，正是因为这样，才会爆发舆情。我们的工作确实有不到位的地方。两抢一盗这类侵害案件，我们还是很重视，但是长期以来也是打击的难点，因为咱们闽潭这个地方经济发展好，流动人口多，所以案件多发。老百姓抱怨多啊，很多情况呢，就是他们被抢了以后，也只是抱怨，不愿意报案。所以对于我们，为什么人家不愿意报案呢？是不是人家报了案了，咱们也破不了案？报了也白报，还给人家添麻烦。是，咱们呢确实应该从自身的检讨开始做起。台山分局那边已经开始在紧锣密鼓的找人呢，咱们宣传部门啊，也应该及时的给老百姓一个交代。案子破不了，不是群众工作没有做到位，就是技术没有搞好。我们情报大队的图侦建设在设备、人员、技术等方面，在全省还是位列前茅的。硬件建设有基础了，但是发挥了多少效用呢？我们这么多年很重视情报导侦战略的落实，当然这个过程中呢，肯定会面临一些问题，比如技术人员的缺乏，还有技术水平的地区差异比较大，等等。很重视，就是解决不了问题，是吧？你们俩这是踢皮球还是打太极？你这边是全省位居前列，你这边是种种困难，啊？情报导侦是一个策略，和珅作战也很重要。陈志，哎，把和珅侦察中心挂在情报大队下面，那侦察中心不就成孙子了吗？不对，是重孙子。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说的和珅作战是跨部门、跨警种。你们要是把这块牌子挂在情报大队下面，我打个比方啊，如果说市局是爹，那刑侦支队是儿子，情报大队是孙子，和珅侦察中心不就是重孙子吗？哎，你坐。那我们把这个合成侦察室提到支队下面吧。陈志，陈志什么意思啊？怎么又让我来汇报案情了？怎么就你一个人来了？你们主管局长没来啊？他从局里来，我是半路过来。陈志，案情报告我不是已经报送给您了吗？我再说一遍啊，这个案件不是普通的两抢案件，他丢失的不是财物，是人，是小孩儿，我没那么多的时间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叫你来啊，就是想了解一下这个案子进展怎么样。进展慢呗，要啥没啥。咱们的自建探头不够，人家的商用探头调出来麻烦。这种随机性发生的案件，客观困难确实比较多嘛。陈志，咱们不要老强调客观的困难，那哪个案件客观条件容易呢？关键是咱们整个的办案流程它也有问题啊，它不给力啊！你老说人家的，人不行，不能怪路不平。这案子破不了，你不能怪咱们的办案流程不合理，这太片面了。办案流程就是不合理，怎么就我们不行？不是，那好好说，我们掰开揉碎了好好说啊！犯罪嫌疑人现场抢人，报警了，派出所出警，询问了一圈，做笔录，然后立案上报给我们刑侦。我们刑侦要了解案情，就要请当事人再来，我们再做一次笔录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申请图侦技术。图侦那边还原轨迹最快1个礼拜，技术那边就一个审批至少也得3、5天，还有一堆案子等着在那排队呢。等最后消息反到我这儿的时候，黄花菜都凉了。你们说我拿什么去抓人？是不是？他说的有道理。哦，新来的潘局，潘金山，潘局，张伟，你说的有道理，
就这2天，我约你，咱们就这个问题，好好的聊一聊。哎，咱们不讲虚的，就这个和珅侦察室，咱们闽潭啊，侦查破案不能只靠刑侦这一根烧火棍，要把和珅侦察室升级为合成侦察中心，由市局直接领导。那人员怎么办？从刑侦技术档案抽调。那编制呢？编制我去解决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借调。戒掉的话，可能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啊。个人的意愿问题倒还好说，大部分同志还是极其配合的。只是从分局调上来，级别肯定要提一提。那各级别的干部会不会超编？人员的预算怎么解决？说到钱，这各项设备、硬件、软件都是大头，不知道市里边到时候能不能给我们额外拨出预算来。你说的这些问题啊，都是我要去解决的。咱们一项一项来，缺人找人，缺钱要钱，钱我去市里要，人，这工作你做好。好嘞，潘局，我说话时有啥我就说啥。我呢就是个支队长，没别的想法，就是想把案子都好好给破了。但是这会儿呢，又是侦查中心，又是信息化，还要改革流程，这下边的工作可是千头万绪的，我听着有点懵。还有，让我们搞2抢，还要把我们的骨干精英都借调走，那我们底下还怎么办案子啊？我倒是觉得可以把2抢搞成专项行动，让合成侦察中心去主要负责。可以。本来今年省里就有民生类的行动要求嘛。你还有什么疑虑，尽管说。开放我们刑侦数据库的问题，让其他部门用我们的数据，用得好那是他们功劳，用得不好呢，那有可能我们就得背锅呀。国家花了这么多钱建立的系统，建立了各种数据库，本来就是要开放给各个部门用的。数据用一用又不会坏，别老拿安全作为借口限制开放，放下包袱，刑侦带头。谭志，等遇到具体困难再请示潘局。行，有刚才潘局那句话就没问题。老赵，咱们这个合侦侦察中心怎么建怎么搞，由你带个队，主要是刑侦技术档案的人，去部里推荐的那几个示范单位，好好学习一下，调研一下，回来形成一个方案，咱们上党委会讨论。哎，小王，你帮我办3件事。哎，好，您说。第1件事，把插台给我撤了，没问题。第2个，你看一下办公室什么地方，给我加一个书架。好。最重要的一个事儿就是你要做一个基础信息的汇总，就是帮我写一个全局近几年信息化建设的工作报告。潘局，这个是不是找科通处能更熟悉一点啊？据我所知啊，科通处掌握的信息也不够全面，还得要你啊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去跑一下，去确认核实。我要了解的是咱们全局各支队、各处室、各分局的信息化建设的情况。明白了。你这包挺好看呀，这比我这好看。哦，这我女朋友过生日送我的，有点浮夸了。挺好，挺好，挺好。去忙吧，啊！哎，我马上去办，潘局。往那边停，啊，那边有一个车，你往前走，右拐。这儿。你好，孩子没事吧？孩子犯了癫痫，医生说怀疑是婴儿痉挛症。那现在在里头检查呢？放心吧，我们肯定会把偷孩子的人抓到的。孩子回来就好，我现在也顾不上其他的了。是这样啊，孩子之所以会被送回来，是因为孩子病了。孩子但凡没病，现在还在他们手里呢。
所以请你配合我们，尽快把那帮人找到。能把孩子送医院来，说明对方不是穷凶极恶的人，很可能不是人贩子。你之前说你前夫想把孩子要回家，对，因为他新女朋友不能生孩子。你前夫的联系方式你给过我，这新女朋友联系方式你有吗？我不认识他新女朋友。哎，看一下这个吧。这是送你孩子回来的车辆，你认识这车吗？不认识。那孩子被送回来的时候，他的衣服还有报备，跟被抢的时候是一样的吗？我们可能会拿走作为化验。好。有问题我们再找您。他前夫查过吗？查了，人还没找到，电话不接，住址也不认。让技术查账。好。哎，对了，你给我选那公文包不合适啊，跟我们领导风格太不搭了。他不是还说那包挺好看的吗？不懂，我们领导那包一看就用了很多年了，啊，我拿一新包去，他说好看，那是点我呢。点你？你想啊，领导那么艰苦朴素，手底下的人花钱买名牌包，太不好了。你是不是想多了？服务领导就是得在乎这种细节。你每天想那么多，你心不累吗？哎呀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那哥就在机关里给领导干活呢，他每天还写日记呢。今天说了什么话，什么话说错了，那都得反思的。我为什么戴个眼镜？那也是我哥告诉我的，跟谁戴一样的眼镜，就能建立某种熟悉感。你这是什么歪门邪道的理论啊？这叫心理学。厚黑学吧。哎，对了，我给你闪送的茶叶你用上了吗？那可是非常非常难买的茶膏。别提了吧，我拿都没敢拿出来。回头咱俩自个儿喝了吧。我这领导确实跟别人不太一样，抽烟喝酒请客吃饭他啥都拒绝，就连穿衣服，副市长哎，那领子皱成啥样啊，拿领带一罩就完事儿了。他对所有外表的东西都不在乎。我觉得他这人可能就只对工作和学习感兴趣，你也别瞎琢磨。是挺爱学习的，上厕所都得带本书去。所以啊，你跟领导学学他的长处。长处有，3句话能把人噎死，算不算？你这包都这样了，还修个什么呀？我都不好收你钱。您该怎么收怎么收，没事。这包得有20年了吧？我天，我网上买一个包也没多少钱啊。那都买新的了，您这还哪有生意了？哎呀，您这生意啊，我赚不了2个钱，还挺麻烦的。哎，这包不是你的吧？我领导。领导啊，都当领导了，还用这么破的包？小王，你去哪儿了？潘局来我们这儿了，你快回来。那个，您先休着，晚点我过来拿。哎，马上好了呀。来不及了，先放您这儿。哎，这7个月了，哪里都不给我开这个证明啊！你别着急啊，给人倒杯水。你慢慢说，看看我们怎么能帮你解决问题。我父亲呢去世快1年多了，我办完他的后事以后呢，就想起来他有张银行卡，里面还有些钱，我就去银行想取出来。这不是有我爸的身份证吗？我的身份证也在，我带他去管，为什么就不行啊？先生，您的父亲已经过世了，您这种情况的话，属于存款继承，需要公证处先出具证明，然后我们按照存款继承这个业务给您办理这个流程。您这个叫继承权证明书，您的亲属关系证明。这是我父亲的户口本，我虽然迁出了，但是信息还在。您看，与户主关系写的是父子。不好意思啊，您这个户口本不能反映你父亲的所有亲属关系，不能排除您父亲还有其他的继承人。户口本不能证明亲属关系，那什么可以证明啊？您需要到属地派出所，让他们出具一份亲属关系证明。亲属关系证明是公安部确定的，派出所、公安机关不再出具的18种证明之一，我们没有办法给你办理。这样，您可以去派出所复印您的户籍底册，
也可以作为这个证明。不行，户籍底册涉及个人隐私，属于保密信息，我们不能让你复印。你也不想随便一个人就把你的户籍信息给复印了吧？您要不去居委会问一下，如果他们能给您开这个亲属关系证明，我们也认。这个我们开不了，民政局有规定的，我们不能开这类证明。我不是没有文化的人，我就是想不明白啊，7个月了，就是办不下来。1个星期，我给你答复，我们争取帮你把这问题解决了。谢谢您，民警同志。我听了半天，你们是各说各有理，这就是一个要继承自己亲生父亲存款的事情，你们用这么多堂而皇之的理由，生生的拖了人家7个月，真的就这么复杂吗？潘市长，要不我们协调一下，让当事人父亲的单位调一下档案。要是没有单位的群众呢，怎么办？什么叫放管服？哦，简政放权，放管结合，优化服务，为人民服务，能不能不要端着架子，站在人家的角度，帮人家把问题给解决了？我先批评一下公安部门，我们要安全，群众要方便，有困难要想办法解决困难。我们检讨。公证部门，这个事情的源头是你们，继承权证明书都需要什么材料？采信标准是什么？你们有没有从实际情况出发去替别人考虑？碰到事情，碰到问题，不担当，不作为，这就是漠视群众利益。我们回去也进行整改。负责这个事情的同志要追责。网络时代，如果这个事情闹到网上去，影响有多坏？我们的纪委会查办。处理这个事情的公证处要整改。咱们先定一个临时的政策，以后再遇到类似的问题，公安部门和公证部门要有一个联动机制。公安部门要开放一部分相关信息的权限给公证部门，让数据多跑路，让群众少跑腿儿。这个当事人的事情，可不可以特事特办？3天内帮人家把问题解决了。3天，是不是太快了？3天内，你要能把人家问题给解决了，也是让人家等了7个月零3天。这对老百姓好点儿，很难吗？哥，就这个位置。一晚上没睡呢吗？眼袋掉地上了啊！还有个因为加班失恋的呢。等你一会儿，你们到了叫我。哥，你是不是要高升去市级了？我那是借调啊，没准过几天就回来了，还得给你们开车。哥，借调可是个坑啊，各种累，两头都没好处。我听说这回是新组的合成侦查中心调查，新局长亲自找，应该不会回来。哟，哥，苟富贵勿相忘啊！别贫了。这个地址是谁的？钱福哥的？啊，不是钱福哥的。情报中心说他的定位在外地，去医院丢孩子的那个车倒是找到，这个位置就是车主工作的地方。好嘞，好嘞，我马上去通知。哎，肖主任，闯祸了啊！我怎么了？今天全体会议通知几楼啊？3楼啊。8楼，8楼。会议5小时，会议5小时，我强调那么多次，怎么还是能出这么大的岔子呢？那我现在怎么办啊？能怎么办？赶紧去8楼开会。我去了，去吧。哥，案发当晚呢，那人在公司加班，而且整个部门都留下来了。但是我们看监控，他那天晚上没开车。我们问了问，他说前2天车子蹭了一下，送去修了。自己修的还是走的保险？走的保险。我有交警队还有保险公司打过电话，车子是在一家叫大吉汽油店修的，位置在这儿。好的。
潘局呢？领导们都上去了吗？他们都爬楼梯上去了。接口。哦，行啊，陈志，年轻啊，气不喘，脸不红的。我心肺功能底子还行。老赵还行吧？啊，哎呦，您体能太好了，我不行啊，我那体检干的太难看了。这就是提醒咱们领导班子得注意锻炼身体了。是。嚯，那么大，没有详细地址啊？没的，咱们兵分4路，用不了多长时间就找着了。等会儿，着什么急啊？这不抓紧时间吗？哥，您还有什么吩咐啊？我问你们啊，如果这整个汽配城里就没有一个叫大吉修车的店，你们怎么办？这不能吧？保险公司要收发票的。这种店经常转让，人不能改名字啊。营业执照不会改，用维修资质不好办。那我们待会儿进去看的时候，专门看了这个营业执照。如果有不合规、不挂执照的，你们就要求看发票样章。好，你们3个查店，我看他们监控。好嘞。哥，就这儿。你好，哪位是店长啊？谁呀？警察。啊，我是店长。这车在你们这儿修过吗？对，上个礼拜送过来的，昨天修完人家开走了。啊，哎，你们这儿平时来修的车放店里，你们所有人都能开出去吗？那不能，我们有规定，不能开客人的车呀。那你们车钥匙怎么保管的？就锁我们老板抽屉里，只有我跟老板能拿到。带我看看去。这边。钥匙。等一下啊。老板，老板在吗？出来！不好意思啊。快点，麻溜的。老板不在，干什么？什么意思啊？啊？去把她叫回来，她老公欠我们钱。她老公欠钱问她老公要啊？哎呀，你这话说的，她老公找我们借钱，难道没跟她一起花？啊？我找不到她老公，肯定找她呀，因为他们是债务共同体啊。那你去找她呀！你到我们店里搞这些干什么？哎，干什么这是？带走！什么想干架是吧？不要吵！你们干嘛的呀？你干嘛的？警察怎么了？赶紧把这些东西挪走啊，不嫌晦气。他找我们借钱，我们来找他要钱，天经地义，欠债还钱嘛。我告诉你们啊，你们的经济纠纷跟我没关系，但如果你们再不把这些东西挪走，马上可以对你们口头传唤，懂吗？走。行啊，走。潘局，对不起，今天的会议是我没安排好。发生这种情况确实不应该，但我想你们肖主任已经说过你了，我就不多说了，下不为例。你现在手头有事忙吗？没有。那咱们闲聊几句。好。这个你跟了我有几天了？你有什么感受，或者是建议，或者是意见？第一次跟领导工作，挑战还是挺大的。工作中要知大知小，小中见大，心中有大局，眼中有细节，我做的还远远不够。
咱们俩就是私下的闲聊几句，又不是让你做报告，说实话，直说。那我先说，我觉得，前些日子你跟我在一块儿有点紧张，是吧？但是啊，我一说但是，你又有点紧张了。我告诉你，我喜欢说但是这两个字，你得习惯。我觉得。来，咱们坐下说。哎，我想说的是，我发现你做工作很仔细，你很认真。你帮我去修这个包，你把没坏的地方也踩了一圈线，踩得还很好看。那个修鞋的师傅手艺好。还有这书架，你不但收拾得很干净，把书摆得也很整齐，你还加了几个螺丝帮我给固定了，是吧？但是啊，这只是你对我生活上的照顾。但你最主要的工作和职责，是工作联系人，对吧？你核心工作不是服务我，而是要用你自己的才能，帮助我做好公安局长的工作。我不是最重要的，局长的工作才是最重要的。这里头有个主次，你能分得清吧？明白了。我一直想问你，你是近视吗？嗨，我这是个平光镜。你要找一个跟我同款的眼镜儿，还挺花时间和精力的吧？我知道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想通过一些捷径，能够更快地得到别人的认可。社会上也有很多人在教，怎么混职场，怎么在体制内生存，怎么在领导面前说话能滴水不漏，是吧？那很多人特别会钻营，但是说实话，这个钻营不是任何人都能学会的，而且不是只靠这个钻营，你个人在单位里才能进步，才能发展。你给我写的那个汇总报告我看了，写得特别好，一看我就知道你真的是一个部门一个部门认认真真的去核实，去补充材料。那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让你写这份材料吗？因为我们都需要了解全局上下，在这信息科技化的时代，我们有什么，我们缺什么，我们要补什么，我们去怎么解决难题，我们怎么能够顺应这个世界发展的趋势？21世纪了，我们应该看到什么样的趋势？科技兴景。对，科技兴景。你还记得上次咱们街访的那个20多年前孩子走失的那个老母亲吗？我记得。哎呦，您起来，起来说。局长，我梦见我儿子出现在上海，你们能去上海找他吗？我儿子23年前在西门市场被人抱走了，这是他被拐之前的样子。我听说这个老太太每个月来局里一次，打听她的孩子有没有找着。我之前见过她很多次。之前我们破获人口贩卖案都得先抓着人贩子，但是20年前的案子了，这人贩子活不活着？就算他活着，那他也不一定能记着把孩子卖到哪儿了。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有了 DNA 技术，我们也在建立自己的数据库，但是我们只有犯罪分子的 DNA 数据。如果你是领导，怎么解决这个难题？号召所有的失散儿童和他们的亲人，都提供数据样本到我们的数据库里。几年前部里就推出打拐 DNA 系统，为什么推广这个事情那么难？如果钱到位的话，应该能。当然，有钱当然好了，有钱我们可以做更多的宣传，除了丢失孩子的家庭，让更多的人去了解 DNA 数据库的作用。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简化录入 DNA 样本的步骤，让更多的人最方便的，在附近的派出所就有基层民警可以帮他们录入这个 DNA 数据。录的人多了，成功率是不是就高？只要有一个家庭通过这个 DNA 系统
找到了失散的孩子，那这个宣传效应不是钱能买来的，那就是一传十，十传百呀。我们把宣传这个钱就可以省下了，培养更多的基层民警去学习这个技术。对。哎，那个潘局，我突然有点不适应了。怎么了？您平常的3句话能把人噎死的风格，这突然变得和蔼可亲了。我说话噎人吗？那个科技兴警这方面，我还得多学习学习。你这班拐的有点急啊，小王，我跟你说，有很多事情你觉得很容易、很简单，但是到了某些地方，这么容易的事儿，它就变得很难办。你还记得那个要给儿子转户口的母亲吗？是这样的，我和孩子的爸爸已经在闽潭工作很多年了，我们的户口也在这边，而且还买了学区房。这不是孩子要上小学了吗？我们就想着把他的户口从老家迁过来，但是老家那边开出来的证明、准签证和迁移证被快递弄丢了。潘局，我们落户必须需要3个证件：准签证、迁移证和陆方的户口本，他们少了2个证件。我们补办了。但是老家那边说补办再加上寄过来，至少要1个月的时间，这样孩子不能准时入学了吗？丢了2份证明材料，要补一下。在咱们这儿这么简单一个事儿，为什么在他们老家要1个月这材料才能寄到？因为资料查起来真的太麻烦了。对，过去这些资料啊，这个存档都是纸质的。但是现在不一样了，你看咱们这儿全部都是电子存档，信息一体化，你输入一个名字，其余都出来了。那为什么在他们老家还是纸质的，还是把纸放在一个纸板箱里，纸板箱落在一堆纸箱子里，要找个材料得人去一箱一箱这么翻？他们那儿没网络吗？没有配电脑吗？为什么他们不电子存档？这信息一体化为什么推进的这么慢？这不还是钱没到位吗？这不只是钱的问题。如果有一天，你想花多少钱就有多少钱的时候，不用你当领导，谁都能当领导了。你要琢磨，这个阻力在哪里？没时间，没人手，是每个人都必须去学习一门新的技术，这才是最大的阻力。你毕业很多年了，你工作了，你不用学习了。现在让你好像重新来过，让你去学一个新的东西，你是不是得下个决心？咱们有很多老民警啊，不会用电脑，以前一根钢笔写了20多年了，现在突然你要让他去学会用电脑，要会敲键盘，他一指禅，敲不了几天就关节炎了，怎么办？这是不是最大的阻力？要去学新的技术。等我一下啊。喂，我回来吃饭啊，这才几点啊？啊？没想到一聊啊，这么晚了，赶紧回家，下班了啊。我问的那些为什么就当成家庭作业，改天有时间咱们接着聊。收到，潘局再见。再见。行，我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好。潘局今儿跟我聊了会儿家常，他说，希望我以后想起来跟着他的这些年，不是只想着我给他做了几年的跟班，他希望我有所收获。他说，以前跟过他的那几个人，现在都成了各个领域的精英，有的是刑侦专家，有的是技术专家。有这样的领导多好啊！你看我老板也跟我说，这几年你一定会进步特别大。到现在你看我，酒量是涨了，牌技也不错，反正炸糊也是糊嘛。哎呀，眼镜我以后也不戴。潘局说，他说话一直都是这样说话人家也当上局长。他就爱说实话，也只爱听实话。潘局，我记得你说过你有一个刑警情节。对啊，您什么指示？有一个任务，他们需要新面孔，
老面孔怕别人认出来。你长期在办公室工作，正好下面基层也没有人认识你，去体验一把。出来的啊！我这是投的钱啊。哎呀，你看我给你抓了，真的，看你。谁听得花落的声息？谁挽留海带走沙砾？谁会在风和日丽的这一刻看见你穿进风雨？去远听晴天的雷鸣，一环的长路的清醒。毕竟这一生本就不违背世界留名，平凡也不行。从那些没有呼喊的孤独里，拼尽全力无尽专心，去那些没有灯火的黑暗里，默默点燃自己。为那些素未谋面千万个你，要忘记我的名。哪怕不知远路各有轨迹，哪怕不被铭记，来了又去。哪怕